是谁？青龙使。李新月，你也要谋逆吗？我本不曾想谋逆，但陛下却非着我谋逆。哼，疯了！拿下！ 王爷，城内3万琅琊军由叶孝英召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拔得。王爷，北离境内80万琅琊军也在等您的一声令下。青龙使闭关多日不见，看来是修了剑心诀呀。 可剑心诀就算是再强，以你一人之力想劫法场，哼，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国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到了一道剑气。剑气？此剑气势可摧万城。哼，什么样的剑能摧万城啊？嗯，孤乃天子，岂能退凡人之剑？ 剑仙之剑可摧万城。剑仙？哦，他到了，陛下速退！何人？大胆李寒衣，你莫以为自己进入了剑仙境界，就当真天下无敌了？雪月城的2城主，青龙使的女儿。说吧，有何需求啊？下面的这2个人，我要带走。 可以，但只能带走1个。新月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好好活着。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 这就结束了吗？虽然不甘心，可琅琊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，也就因病去世了。那么萧氏皇族当中，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琅琊王仗义直言吗？自然是有的。那人就是六皇子。 萧楚河，他是琅琊王亲自培养的，年纪轻轻就入了逍遥天境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未来接任皇位的最佳人选。琅琊王入狱之后，他独身一人在殿上辩护，连说了13条琅琊王谋逆案的可疑之处，声音激昂，情致动人，甚至还有老臣在朝堂之上落下泪来。琅琊王死后。 这位皇子仍四处奔波，力求翻案，可最终引来了盛怒，被贬数人，流放青州。或许是早已经有了预感，琅琊王在死前的1个月，就让天启4守护答应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琅琊王请求。 在之后传习天启4守护令牌之日，可继续承担着守护之责，守护那个承载着这个王朝未来希望的那个人，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是。我曾经愤恨母亲之死，我也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可我看到了你拔出天女剑。
知道，你的剑跟母亲一样，你是守护之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，今日要不要接过这个令牌。既然是母亲遗命，那我定当奉命而行。况且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刘无节敬佩他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任的天启寺守护，东方卫青龙。我刘无节定当不负母亲遗命。对了，姐，你说他被流放了，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六皇子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那位皇子不过比你大上几岁，传说被贬出城后，就遭遇了仇家的伏击，一身功力全废，此后便下落不明了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岂不是还得到处去找？罢了，现在也不必知道这些。或许像现在这般走下去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不必去寻他。相信我，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之时，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旁。那个傻小子，希望李寒衣别把青龙令牌传给他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哟，哈哈哈，重儿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。谢父皇。哎呀，重儿，你是故众多的皇子中最为稳重的一个，啊，喝茶。也是故呢最值得信任的孩子，很好啊。只是你的眼疾一直让父皇放心不下。最近太医院找到什么办法了吗？回父皇，儿臣一直在服用汤药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是勉强能看到些虚影。故会派他们继续去寻找名医的。重儿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眼睛会治好的，啊！让父皇操心了。对了，父皇，不知今日召见儿臣，所为何事啊？哦，故听说天外天那个质子回去了。12年约已满，按理来说是该回去了。对了，父皇，这件事情不是已经交给锦仙公公处理了吗？既然锦仙公公同意放他走，就是觉得他对我们北离不再造成威胁了。他个孩子家，能刮起怎样的风浪？姑才不在乎这些呢。只是姑呢，收到的消息是，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陪伴。那个人嘛，好像就是楚河呀。楚河？一定是有人妄言，六弟怎么会和魔教之子混迹在一起？姑不在乎这个。父皇，儿臣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半点消息。如今呢，终于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的人。他跟谁混迹在一起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听锦仙说，那魔教之子风姿卓绝，跟老六也颇有几分相似。他们两个能成为朋友，
并不令人奇怪。父皇的意思是想让儿臣去探一探这消息的虚实。是啊，重儿，你可愿意替父皇去做这件事儿？重儿愿意一试。如果消息属实，重儿一定竭尽全力把老刘带回来。好，重儿，带上姑的口谕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姑可以免去他的一切罪过，还他的皇子身份，甚至他可以重袭王爷之位。只要他能回来，那他就是永安王萧楚河。儿臣遵旨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，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百想。能让我惊讶的事，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来的夫婿啊？她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3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殿下，请用茶。坐吧。许久未见到白王殿下了，没想到再次见到殿下，却让殿下见到了这番狼狈的景象。无妨，
无论是多么狼狈，本王也都是看不见的。哦，长风失言了。本王只是跟朱雀使开个玩笑罢了。白王殿下所开的玩笑，向来都不是很好笑的。本王记得，儿时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总是劝我，不要活得那么累，开心一点，多笑一笑。这么多年，本王一直记在心里，可却再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依然觉得本王不好笑。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比起以前，好笑了些。也罢，本王跟其他皇子相比，因为这双眼睛，确实多了几分悲凉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白王殿下仗义出手。就算我不出手，朱雀使想要解决，也是易如反掌，只不过会慢一些。今日本王有急事，所以就越俎代庖了。哦，但不知白王殿下所说的急事是什么事呢？本王有一份口谕要传。放心，这份口谕不是给朱雀使的。我不做朱雀使已经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这雪月城中的一个大管家。那我就唤你司空城主。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。这份口谕是传给那个人的。其实今日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这里，直到方才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不过这么多年，他那给人惊喜又给人惊吓的习惯，却依然没有改变。那这件事情，便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，跟雪月城毫无关系。我听说，他拜你为师，是我要收他为徒，他既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本王明白了，司空城主是想让雪月城与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这世上，敢不接圣上口谕的人少之又少，而接了又不听的人，则是更少。但他恰巧是其中之一。那我雪月城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，有什么错吗？本王明白了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刘姐，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洛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下，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
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办理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权力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期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扮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是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，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就过学。原来是同窗啊！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跪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。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，
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还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！有趣，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我看不出深浅。郭子，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
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二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二位赢了，我就再给二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、5、6。到。你，好。压定离手。不好！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！5、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
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当年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然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赵许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的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
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了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？
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破其之阵靠的是正法和破阴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
他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您好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好，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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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。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啊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！我过来，冷静，过来！冷静！别冲动！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
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。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父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父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的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
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 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解释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 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。 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步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这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
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